小二，哎，孙正，好嘞，客官慢走啊。果真是他，不行，我要马上回去告诉我大哥。子清怎么了？不对，茶里有毒。走。锦衣卫。先上马！子期，子期，子期，快上马，快点过来！快走啊！子期，你过来！子期，慢走！子期，子期。是你埋伏了我们。好久不见了，彭大人。其实我也不想在这种地方看见你的，多有得罪之处，还请多多包涵。林雨琪也是你们杀的？他是自杀的，要怪呀，只能怪他自己。如果林雨琪不死的话，我也不会来惊动您了。你想让我陷害夏寻，说他和凌霄帮有染？和彭大人说话就是舒服。彭大人，您选吧。您是说还是不说呢？我彭子琪的为人，你难道不知吗？这种颠倒黑白的事，我们彭家人从来不会做。我知道，你是锦衣卫不可或缺的人才。可是现在，有人不想让夏寻活，你跟着他，只会万劫不复而已。彭大人，放轻松点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以后您还是风风光光的锦衣卫。你想听什么？我知道，但我告诉你，夏寻和西门庆和凌霄帮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了，别说那么多废话了，用刑。是。堵他嘴巴！就算你比一般人坚毅得多，等一会儿我也怕你受不住咬了舌头。赵玉的花样，您不比我知道的少吧？再坚持下去也没什么意义。如果您想通了，就点点头，大家都好过一点。
夏寻会顾你的死活吗？庞大人，只要您点点头。子期，等着我。那边有人，去看看。这到底谁干的？是锦衣卫干的。他们先潜入彭家，然后又对林雨期动了手，最后还找到了我们。他们这是一心想把你往凌霄帮上引，而且子期，你放心吧，他们需要子期来做人证，他暂时还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，你相信我。可是我不知道子期现在怎么样了，我要去找他。启文兄，他不会有事的，你现在已经被他们盯上了，很危险，你放心好了。这眼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，你在这里好好养伤，我是不会让自己身陷险境的，相信我。启禀皇上，凌霄帮的案子已经查得初露眉目。青州彭家庄老太公过世，各方吊唁者纷纷云集，声势浩大。我锦衣卫百户陈玉南假装吊唁者混入其中，本想着例行查案，可没想到他竟然发现了南镇抚司官彭子奇，还有西门庆。臣觉得此事为何如此荒诞？我大明公爵，竟然和凌霄帮有瓜葛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又扯出个公爵？哪个公爵？与此有何相干？皇上，彭子奇和西门庆是辅国公夏寻的挚友，在夏寻之前清剿凌霄帮的时候，并未将彭家牵出来，反而与其关系甚密。难道辅国公是刻意包庇他的朋友吗？你上前来。是。臣以为此事证据并不十分充足，辅国公位极人臣，对皇上忠心耿耿，所以臣以为他与此事不会有任何牵连。只是此事涉及到谋反大事，臣又是职权在身，所以不可掉以轻心罢了。那你手上还是有几分证据的。那是当然。辅国公和彭家早在青州便往来密切，所以彭家要是有任何的消息，辅国公不可能不知道。臣相信辅国公是清白的，只是暂时被彭子奇还有彭家蒙惑了双眼。待臣查明真相之后，定会为辅国公洗白冤屈。如果他们当真和凌霄帮真有所关系的话，来人，奴才在。传至督察院，命陈英、纪刚一同督办此案。臣遵旨。辅国公，陈大人，复员大人
这是来找我喝茶聊天的吗？辅国公误会了，这次陈英来就是专门迎接您辅国公的。夏某实在不敢当啊，不愿大人日理万机，百忙之中还能主动相迎，在下怎么能担当得起啊？夏巡，你休要装腔作势，你的案子已经发了。退下。是，不得对辅国公无礼。辅国公，有人告发说您和凌霄帮有些瓜葛，这个事儿啊不好办，下官也是职责所在。皇上已下口谕，下官就得尽力彻查。还请辅国公跟下官走一趟吧。既然有这等事，究竟是何人在构陷于我？我要去见皇上，我要和皇上当面说清楚。辅国公，您说除了锦衣卫，还有哪个衙门是专司谋反大案的？不过皇上很相信你，在我来之前，皇上特意嘱咐我要彻查此案，还辅国公一个清白。不过在这个案子没查清之前，还得烦请辅国公跟下官走一趟。好，我跟你走。这个案子你要是查不清楚，你放我走我都不走。好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请吧。辅国公，这怎么都是素的？辅国公，这个地方是一座寺庙，不宜进奉荤食。我是到这儿来修身养性的吗？把菜都给我换了。是。再来壶好酒。哎，是。辅国公，请恕罪，下官实在是考虑不周。辅国公既然喜进肉食，下官马上就换。薛大人，对一个罪臣，你倒是客气得很。辅国公说笑了，有些事情只是还没查个水落石出罢了。皇上既然把辅国公安置在如此清静之地，显然皇上也不相信辅国公会与那凌霄帮有所勾结。这才对嘛，薛大人，要不然坐下来一起吃点啊？下官已经吃过了，多谢辅国公的美意。辅国公，您请慢用。下官手上还有一些事情，下官就先告辞了。哦，辅国公如果在此住着不适，随时可以找我，下官马上差人安排。那就多谢薛大人。另外有一件事，不知该不该说。最近常有歹人出没啊，辅国公晚上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不要出门了，万事小心为好。哎呀，我这人什么都不怕，可就还真怕蒙冤横死。薛大人放心好了，我晚上会老老实实的，哪儿都不去。那下官告辞了，有事您吩咐。纪刚终于还是下手了。现在我身边唯一能够调动的，就是飞龙秘典。我夏巡的身家性命，现在可全都交给你了，千万不要叫我失望。夫人，在下刚从香林寺回来，辅国公一切安好，请夫人放心。好，现在我们的情况很严峻，夏巡不在府里，所以我们万事要更加小心。佐丹，西门庆的伤还未完全康复，但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你今晚就带他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。还有，命令所有的飞龙秘蝶成员全力以赴寻找彭子琪，如果有什么消息，马上通知我。佐丹领命。谢谢啊，谢谢！你可千万不能输。
现在能够帮助夏寻的，就只有你自己了。我还以为什么胆子呢，往哪儿跑呀？你家住哪儿？我就是一个小孩，饿了吗？别害怕了，我不是这个寺庙里的人，不会抓你的。来，坐下来吃。长得倒挺好看的，你怎么做这么不堪的事情呢？你没有家人吗？我是自己逃出来的，后娘对我不好，我已经在街上流浪好几天了。然后看到这里有贡品吃，又有地方住，就躲到这里来了。多大了？15，不过马上16了。你是16也不小了，你知道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可能干了，种菜、捕鱼、撒网，样样都行。而你说你小小年纪，怎么就能做这样的事情？我也是从小就无父无母，你要有一个一技之长，要不然以后怎么办？说你2句，你就不爱听了是吗？我的亲人都是被坏人杀死的。我亲眼看到他们被杀的，而且他们还要杀我，我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。以后再也没有人关心我、照顾我了。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啊，叔叔，给我点钱吧。走。姐姐，你可真漂亮，给我点钱吧。离我远点。姐姐，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姐姐，给我点钱吧。走开，我自己都吃不饱了。姐姐，你真的是最漂亮的。走吧。老头，站住！给我2个铜板。我这是遇到劫道的了？莫非此路是已开，要想打此过，就得留下摆路钱？不，我可不是强盗。那你为什么要拦着我要钱呢？强盗抢劫别人的钱财，那是恃强凌弱。我是个要饭的，我拦住你，向你要钱，要是你不给我还推开我，那就是你恃强凌弱。你这个小叫花子，歪理还一套一套的，还知道什么叫恃强凌弱？你读过书？没有，读书要钱，我可没有那么多钱。我常去私塾里要饭，私塾先生告诉我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再穷也不能偷和抢。老头，你别光点头啊，快给我钱！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像是有钱的人吗？我看你虽然穿着粗布衣裳，但是气宇不凡，不像是个没有钱的人。哎呀，真是个机灵的小子啊！好，来，这么一大块儿，怎么了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这什么事儿啊？这儿不止我一个要饭的。俗话说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要是被那些地头蛇瞧见我有这么一大块银子，那可就糟了。你经常被他们打？你是哪儿的人？你父母呢？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打从我记事起，我就已经在这要饭了。天天听人说天下这么太平，但如果天下真太平，皇帝老儿这么英明，
为什么我没有饭吃？是啊，这天下太平，我们却都没有饭吃。你也没有饭吃啊？我也没饭吃了。还给你吧。拿去换些铜板在身上，没钱就别臭嘚瑟。以后遇到我这样的人，给2个铜板就够，1个也行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呐，就是一有钱就臭嘚瑟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以后跟着我的钱呢，你管着，好不好？好是好，可是你就只有那么1块银子，以后要是咱俩没钱吃饭了，我讨到的还要分你一半。你这是小看我了。刚才你不是还说我虽然穿着粗布衣裳，但是气宇轩昂吗？那都是我哄你的，哄你高兴了，你不就给我钱了？真是个机灵的孩子啊！哎，要不这样，以后啊，咱俩一块儿去讨饭，你讨到的分我一半，我讨到的分你一半，怎么样？这主意不错，就这么办。好。哎呀，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夏寻。夏寻，好名字，谁给你取的？不知道，兴许是上辈子的名字吧。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的名字也是上辈子的事儿了。不过呢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得管我叫爹。凭什么呀？哎，前面有个酒家，我去给你买只烧鸡吃。太好了，爹，那咱们快走吧，爹，走喽，吃烧鸡去喽。哎，老头，你回来了，你没被大水冲走啊？臭小子，你不盼我点好啊？我要是被大水冲走了，谁给你带又香又大的包子呀？老头哪儿来的？别人给我的。老头，你也来一口，张大嘴。哎，你傻不傻？别人给我东西，我肯定是先吃饱才给你带回来呀。哎呀，这雨啊，下了小半个月了，半个月没出去打鱼，你半个月没吃荤腥了，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啊！要是把身体弄坏了，谁来给我养老送终啊？啊！对，我这就吃。哎，你过来，你没有骗我吧？你真的没有家人？这样，明天一早你就离开这个地方，带上这些银子，去一个叫辅国公府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，你就跟她说呀，一个臭和尚叔叔让你过来找他的，只要你跟他这么说，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那我就一直住在那儿了。对啊，在你没有改掉这偷吃别人东西的坏习惯之前，还有没有学好一技之长之前，你就必须住那儿，知道吗？和尚叔叔，你真好。从小他们都敬我怕我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你个臭小孩，我当然要好好的对你。我才不是臭小孩呢，我有自己的名字。哎，叔叔，你有名字吗？我叫夏寻，但是现在我不想知道你的名字。等我们再次见面之后呢，你再把你的名字告诉我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盖章。快吃吧。
这里都是锦衣卫1等1的高手，看你往哪儿跑。陈玉南亲自押着那个犯人去了监狱，能够让陈玉南亲自出马的，估计和凌霄帮的案件多少脱不了干系。被押送的人肯定就是用来指证夏寻的证人。佐丹，我得先去打探一下情况。夫人，这事交给佐丹办就行了。不可以。难道你们忘了易容术是谁教的？这一次，我要亲自出马。怎么是你呀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的伤好了？还没完全好。那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，西门庆？那你呢？我听佐丹说，陈雨楠抓了凌霄帮的妖女，我猜你肯定会去打探情况。我们一起去啊！不行，你现在应该躺在家里养伤。子期生死不明，你叫我怎么待得下去啊？谢谢，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我现在的心情。那好吧。回皇上，辅国公夏寻已安排在香林寺住下，人证也已押入大牢，明天将审理辅国公通匪一案。皇上，娘娘头旗又发了。什么？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皇后怎么样了？好些了没有？我没事了。那些太医是干什么吃的？我没事，只是刚刚听下人说夏寻和凌霄帮有所牵连，我实在是担心我那苦命的妹妹。我这做姐姐的真是不忍心啊。朕又没说夏寻通匪，你担心什么呀？你也不问问他是否是被冤枉的，便叫人把他关在了寺里，明儿急得都哭了。女人最容易感情用事。朕是一国之君，有什么理由接到锦衣卫的禀报不去查他呢？锦衣卫是什么？锦衣卫就是专司稽查百官的，天下无人不可查，夏寻也不能例外。你笑什么？我还不是笑那个傻丫头。夏寻和皇上一起打下这天下，皇上怎么会不相信他？而且也欣赏他的能力，怎么会白白冤枉他？所以皇上才放心的查他，也好给文武百官一个交代。只不过其中的道理只有你知我知，明儿并不知道。还是你最懂我。臣妾与皇上夫妻情深，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如果明儿也能找到深爱她的夫君就好了。难为明儿痴心一片。西门庆，你见过凌霄帮这个人吗？彭老太公出殡的时候，我也没见过什么妖女，也不知道陈玉楠是从哪里抓来的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他？啊，年纪有点大啊。哎，你看那个像不像？走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别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谁啊？放我出去！你不是这儿的人吧？到底谁啊？塞尔，西门哥哥，你们认识？哎呀，谁把你关在这里的？一个很坏很坏的锦衣卫，他还杀了我林伯伯。是陈玉楠。锦衣卫竟然把这么小的小姑娘也牵扯进来，难道他们自己没有妹妹没有女儿吗？纪刚带出来的人，和他一样，
六亲不认，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我装作很乖的样子，可我打心底里恨他们。为了不像林伯伯那样被杀，所以他们说什么我都只能答应。没错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年纪那么小，没必要和他们拼得你死我活的，这是我们大人的事。塞尔，你告诉我们，锦衣卫要你说什么？他们让我明天去朝廷作证，说我和林伯伯怎么认识一个姓夏的，和他如何来往，说什么做什么，但我和林伯伯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呀。你去外面看着，如果有人来了，马上告诉我。塞尔，我接下来要和你说的话十分的重要，你一定要记住。想必你也不想害了别人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叫夏寻的，他明天是死是活，全都掌握在你手上。等等，你们说那个哥哥就是他们要陷害的人？他是好人。他这个人呢，虽然一根筋很固执，但是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。他心里想的都是怎样让百姓们安居乐业。只要你能够帮他顺顺利利地度过这个难关，他以后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来伤害你的。那明天他们要问起来，我怎么说啊？我来教你怎么说。薛大人呐，今天这三司会审的可是辅国公啊，你说咱们是帮他还是不帮他？你早点给我句话呀！啊，哎呀，这个辅国公有没有罪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人想让他扛这个罪名。哎，这都是大人之间的事，咱们别瞎掺和。一会儿见机行事，静观其变。那你说，辅国公会不会上堂啊？难说啊，人家能跪在这里让你审吗？别琢磨。哎呀，拜见辅国公大人。什么辅国公？我现在是你的阶下囚，你这么客气给谁看呀？辅国公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在案件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那辅国公还是辅国公啊。那你说，一会儿等上了堂之后，我是给您跪呢，还是不跪呢？这个，哎，辅国公，您哪能上堂啊？啊，您往堂上那么一站，哪个犯人还敢说你一句不好？我现在想问你，我的案子我有什么道理不上堂？你要是怕那些证人不敢作证的话，那好，等一下我上了堂，你就在旁边拉下一个布帘子，我在里面不吭声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这个，哎，辅国公，您就别为难小的了。你还知道我现在是辅国公？遵命。大人，下官奉锦衣卫都指挥使之命，巡查地方凌霄帮反纪，到了青州，恰逢当地彭家庄老太公过世，各地吊唁人群如织，其中不乏三教九流各色人等。下官担心其中会有作奸犯科之辈，便混入其中查看情形。这彭家庄可是锦衣卫南镇抚司彭子奇的家。是，但是下官当时并不知晓此事。下官扮作吊唁客人，进入庄院，看到府上来来往往多有江湖人物，下官疑心更甚。就在这时，下官偶然发现几个小娃在院落一角说话。因为我有本事啊！那妖女随意翻了翻手，就变出金佛莲花来，实在是常人难以做到。下官当即便联想到了曾经造反的凌霄帮。那你后来是怎么做的？太祖高皇帝曾亲下谕旨搜捕凌霄帮成员，倘若这青州彭家庄当真和凌霄帮有关，且在当地这么大的势力，那还得了？况且辅国公夏寻与南镇抚司彭子奇是挚友，据下官调查，他尚在青州时便与彭家有所联系。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妖女
就是凌霄帮之人。真相未明之前，下官也不敢胡乱猜测。下官扮作行商跟踪了那个妖女，发现她和林雨期一家住在一起。当日，下官就登门拜访了林雨期，发现她凌霄帮教徒的身份。下官本想劝她投案自首，哪知她冥顽不灵，竟拒绝认罪，还带着全家一同自尽，誓死效忠凌霄帮。明明是被你们灭了口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怎样颠倒黑白。那现在人都死了，已死无对证。回大人，下官搜查林雨期家中，发现了供奉凌霄帮各位香主的牌位，其中就有彭老太公，而且下官还搜到了带有辅国公下旬官印的往来书信。据妖女唐赛儿的证词，辅国公下旬与凌霄帮有密切往来。带唐赛儿，也不知道这妖女到底什么来头。怎么是他？跪下！唐赛儿，本官问你，你可曾去过青州彭家庄？去过。对小孩子嘛，不用这么严厉。那本官再问你，你去彭家庄干什么？和谁一起去的？我和林伯伯一起去的，因为彭老太公过世了，我们去吊唁他老人家。女娃娃，林雨期跟彭家是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。那你林伯伯又带你去见过什么人，做过什么事情吗？我也不知道见的那是什么人，只听我林伯伯跟他们说，彭家有钱有势的，我们得求着他们给我们货，才能混口饭吃。啊，是啊，彭家做着海上生意，林雨期呢想去巴结巴结，也是很正常的嘛，是吧？啊，不对啊，按陈玉楠的计划，他应该说两家人是老相识，叙叙旧什么的。难道这小孩自己改的口？好，就算林雨期是想去做生意，那么你在彭家庄施展妖术的事，又作何解释？人家不会妖术啊，就会变戏法而已。戏法？那天彭家来了挺多会武功的小孩，他们就向我炫耀，人家不服气嘛，所以就哄他们说我会什么神仙法术之类的，其实就是路边变戏法的。莲花跟金佛是怎么回事？莲花是吉祥之物嘛，菩萨佑人平安，变戏法也得图个好兆头不是？这都不可以啊！就是，这有什么不可以吗？不对，大人，这事儿不对。就算那日你是变戏法好了，那我来问你，你去彭家是吊唁的，不是去变戏法的吧？这么远的道，你能随身带着变戏法的道具吗？难道你能掐会算，早知彭家有些小娃要向你炫耀他们的武艺？哼，这好像不该由你来发问吧？大人恕罪。不过他说的也是，你能就此回答吗？你有本事在大堂之上变个戏法出来，那我就信你了。这入狱之前搜查过，这怎么可能？其实都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把戏，如果大人们感兴趣的话，一会儿就可以把秘密告诉你们。只不过大人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呢。现在林伯伯死了，我无家可归，我就是个孤儿了，以后就只能靠这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混饭吃。这话说的还真像谢谢的风格，他肯定之前就找过唐赛儿，也不知道谢谢这2天怎么样，肯定为了我又玩坏了吧。
带彭子琪。参见各位大人。子琪，不对，这不对劲。会审还没有结束吗？佐丹还没有来报，也不知道顺不顺利。唐塞尔、夏寻他们都没事吧？还有子琪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，有没有受伤？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好，西门庆，任凭你平时嘴上说我多爱她，她如今一点忙都帮不上。会没事的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没事的。夫人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先吃饭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接着战斗。我吃不下。谢谢。你最近也累了，得好好休息。夏寻现在这样，我又怎么能够安心的去休息呢？夫人，大人，怎么样了？情况如何？果然不错，彭大人落在陈玉南手中，被关在诏狱。据他今天上堂的样子来看，没有受什么严重的皮肉之苦，大人大可放心。我相信，下次审理之后，陈玉南没有理由再关押彭大人了。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别担心了。南镇抚司彭子琪，回答本官，你可知道你们彭家何时开始和凌霄帮有来往？从我记事起，我们家和凌霄帮就没有任何来往。那也就是说，以前有了。祖辈们的事，哪容得了我一个小辈来干预？就算我们彭老太爷和凌霄帮帮主认识，那也是在我生前，或许更早以前。现在早就没有了联系，拿一桩陈年旧事来怪罪我们家，下官实在是不服。彭大人，咱们同为锦衣卫，于情于理，我都不能看到您在牢里继续待下去，您也不能习惯吧？哼，我无所谓。那本官再来问你，辅国公有没有包庇你们彭家和凌霄帮的关系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们彭家清清白白，辅国公又哪来的包庇一说？犯人押下待审，会堂。恭送大人。走。辅国公，还得委屈您在香林寺多住些日子。大人，看今天这架势，情况不妙啊！唐塞尔灵堂改口，彭子琪什么也不肯说。看来，我今天晚上得找他们好好聊一聊，尤其是这个彭子琪。彭子琪，这个人的性格我最了解，他就是块硬骨头。只要他不愿意说，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。我敢断言，彭家和凌霄帮一定有关系，夏寻也一定知道内情，我们没有冤枉他。皇上让督察院敲锣打鼓查这个案子，分明就是不相信他和凌霄帮有关系嘛？未必。此事涉及谋反，没有皇上不在意此事的。皇上还是燕王的时候，
仅仅听说朝廷派人送信给世子，让他献城，就立他为王。仅仅是听说，他就对世子动了杀机。江山社稷、权力地位面前，父子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君臣？大人的意思是说，咱们给他炮制一些证据？现在已经太晚了，如果早一点的话，还可以动动手脚。夜长梦多，此事咱们拖不得。要不我们找程婴大人通融通融？陈婴，陈婴的督察院和我锦衣卫都是替皇上查文武百官的，一块饼就那么大，陈婴分的多了，我们分的自然就少了。而且这件事是我们锦衣卫查出来的，凭什么让他们白白占了便宜？唉，我有办法。夏雪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他们是有备而来的。我觉得这一关我是过不去了。是我家娘子厉害，多有额度啊！回陛下，王子妃喜欢就好，本王就喜欢王子妃这样。痛！子琪，我不想黄泉路上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你就可怜可怜我，嫁给我吧。之前在双鱼岛的时候，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。我要不是一直想着只要能撑过去就能娶你回家当娘子的话，我早就掉头走人了。我为了你豁出性命去壮着胆子去当你的盖世英雄，如今好不容易成功了，难道你想不认账？你这叫始乱终弃。我要活下去，我不能放弃。
出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大报恩寺本月即将竣工，一场大火烧了半座庙堂，前功尽弃呀！这皇上知道这事儿吗？这要是赶不上孝慈高皇后的忌日，只怕会龙颜大怒啊！哎呀，说的是啊，这次啊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掉脑袋呀！我来告诉你们吧，皇上原本是不愿意用那些人的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普通的农民，根本就不懂得建筑。可是辅国公夏询却依然坚持要这样做。哼，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了吧？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父皇，大报恩寺起火，儿臣甚是痛心，这是对孝慈高皇后的不敬不重。儿臣认为，必须严惩那些负责的人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负责人是夏询吧？父皇，关于火灾一事，儿臣从昨晚听到之后就一直在担心。儿臣原先所忧虑的一切，到今天都一一成了事实。所以有一些话，我不得不说。儿臣认为，关于大火一事，一定是有人蓄意而为，制造事端。他们想加罪于辅国公夏询。现在正值凌霄帮一案审理的关键时刻，可偏偏他就这么的巧，是不是有人嫌夏询所趟的浑水还不够多？由此，我们是否可以证明，凌霄帮一案其实也是有人想蓄意加罪栽赃于辅国公呢？臣也觉得，这着火的时机似乎过于凑巧。很有可能是辅国公的党羽为了自保而自污，这正好说明辅国公胆怯、心虚，铤而走险。笑话！辅国公一向光明磊落，为人正直，清者自清，他有什么可胆怯的？如果他真那么磊落，怎么会和凌霄帮扯上关系？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查清楚，你就不要胡言乱语，妄作定论。都查完了没有？大报恩寺着火，辅国公夏询确实有督察不力之责，但这几日他未在现场，这也是事实。此案交给大理寺，给朕查出来真正失火的原因。如若真是无意中造成的火灾，那就当我为孝慈高皇后积阴德了。但若有人故意纵火，给朕查出是谁，格杀勿论。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怎样？奴才仔细检查过了，火是从庙墙的内侧先燃烧起来的，因此有人故意纵火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不是可能，而是一定。你说，这火
是想要夏寻死的人放的呢，还是想要夏寻活的人放的？回皇上，奴才不知道。好心机啊！不管朕做出如何反应，都会被有心人加以利用。穆恩，奴才在。传旨督察院，凌霄邦一案，7日之内必须给朕审出个结果。是。你说什么？大报恩寺着火了？皇上如今怀疑是夏寻纵的火，有没有确定？在下现在并不知道，只是今天下朝之后，有不少官员在议论，说辅国公这次是倒了大霉，皇上下旨严查着火原因。夫人，最近发生这些事情，都是有人事先谋划的，他们一步步想置辅国公于死地。请夫人大可放心，我们飞龙密谍必将动用所有力量，帮助辅国公渡过此难关。这一回又是罪上加罪，恐怕夏寻是难逃此劫了。你先下去吧，让兄弟们都小心一点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再也经不起任何风浪了。是。郡主，请您帮帮夏寻，帮助他渡过这个难关吧。那你找我帮忙的代价是什么呢？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你跟他直接断绝关系，永世不见。备将，我要去皇宫找郡主。是，夫人。郡主，这2天辅国公出了这么多事情，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？还是说郡主已经对他不感兴趣了？那些我都知道，没事。姐夫他喜欢夏寻，喜欢得很，不会轻易惩罚他的。再说，现在事情都在我的掌控中，没事的。只是，说不定现在有人正躲在家里偷着哭呢。郡主，辅国公夫人来见。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快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请。这图案怎么这么复杂呀？一朵牡丹就够了，还要旁边那些杂草和小花做什么？有这些杂草才能体现牡丹的美艳嘛。说的有道理。谢姐姐，你看我现在正忙，你来了我都不知道。郡主，罪妇我有话想要单独和郡主说。你先出去吧，让我跟谢姐姐说会儿知心话。是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郡主，夏寻现在深陷凌霄邦和大报恩寺2个案件之中。如今罪妇已是力不从心，只求郡主可以答应罪妇帮助夏寻渡此难关。我可以答应郡主你的要求，从此和夏寻一刀两断。太好了！哎呦，我就知道，谢姐姐如此懂事识大体，怎么会让辅国公为难呢？还记得我上次跟你提的另外一个要求吗？明儿呢，怕你离开了辅国公之后啊，
继续跟辅国公藕断丝连。这一了百了的方法，就是让辅国公彻底死心。姐姐，敏儿已经对你很好了，你只要改嫁给纪刚就好了呀。不然，我命你改嫁给那些守门侍卫或者御花园的园丁，那不就更糟糕了？难道我就一定要改嫁吗？郡主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我发誓离开金陵，和夏寻永世不再相见。你除了改嫁给纪刚之外，没有别的出路了。你决定好了吗？是嫁呢，还是不嫁？罪妇全听郡主吩咐。很好。郡主，纪刚呢？纪大人吩咐过，谁都不见。哎，郡主，郡主，别让属下为难嘛。郡主，让开！郡主，大人，郡主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这是你朝思暮想的东西，要不要看啊？不要，我走了。慢，你先出去，我和郡主有话要说。是，大人。这可是谢姐姐刚刚亲自写的，墨水都还没干呢。那个傻瓜为了救夏寻，果然自愿被休。不过我也顺水推舟，帮你做了个人情。郡主啊，郡主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怎么了？这封信你有好好看过吗？不就是封告别信吗？错，这是一篇藏头诗，关键词在倒数第3位。愿不离不弃。这个贱人，他竟敢骗我，把我当什么了？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找他。不离不弃。郡主的吩咐，罪妇已经全部完成了，不知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你竟敢拿我当傻瓜来耍！你以为我看不出你信里耍的小聪明是不是？如果这就是你对我的态度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就在家等着帮夏寻收尸吧。请郡主一定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欺骗郡主了。给我磕头，给我磕头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郡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请饶恕我这个罪妇之前的过错吧。
样才对嘛！你早点拿出这种态度不就好了？真是跟自己过不去。我现在就去香林寺把这封信交给夏寻。你放心，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。郡主请留步。夏寻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，我担心他在寺庙里面受寒着凉，请郡主给他带去。这些都是夏寻平日里爱吃的东西，郡主见到他一定要提醒他按时吃饭，好好的照顾自己。谢姐姐，以后这种事情呢，就不劳烦您多费心了。郡主，你怎么来这儿？我猜你这儿啊，肯定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特意准备了你最爱吃的东西。怎么样，感谢我吧？坐吧。马蹄糕。谢谢和西门兄怎么样？西门兄的伤势好点没有？谢谢他是不是又到处乱跑？他有没有乱跑我不知道，不过谢姐姐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你自归家，我自归，说着如何过？我断不思量，你莫思量我。将你从前与我心，付与他人可。他这封信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应该很清楚呀。他这是要你休了他，从此分道扬镳呢。现在整个金陵都知道辅国公通匪，证据确凿，再加上昨天大报恩寺的一场大火，所有人都觉得辅国公要完了。谢姐姐，她只是怕自己受到牵连吧。从你被关押的那天开始，谢姐姐就成天跑纪刚那儿去。你也知道的，纪刚对谢姐姐那可是一片痴情，他们现在亲密的不得了，可暧昧了。郡主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很清楚，他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。夏寻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接受，不过谢姐姐她的的确确让我把这封信一定要亲手交给你。这般无情无义的人，你休了也罢。谢谢，我已经听说了。你真的愿意离开夏寻，嫁给我吗？只要郡主能够救出夏寻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我的心意，其实你应该最明白的。
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但是，好像我再怎么努力，也总是比不过夏雪。当然，我要说的不是这些，我要说的是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不想强迫你嫁给我。大不了我们就不去求那个徐明儿嘛，我去救夏寻，我去把那些物证毁了。我想我可以有办法。不可能。郡主他已经认定了这是一次机会，就算我最后没有按照他的安排嫁给你，他也是不会放过我和夏寻的。只有我彻底的依了他的心思离开夏寻，他才能够保夏寻一个锦绣前程。其实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？就让夏寻跟郡主在一起，而我就追随季大哥吧。我答应过郡主，不能食言。谢谢，希望此事过后，我们能长相伴，不相离。这都第3封信了，一封比一封要绝情。这女人要是狠起来啊，还真是不拖泥带水。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你还不赶快随着她的心意把她给休了，好让她跟纪刚双宿双飞啊！谢谢不是这样的人。他都这样了，你还相信他呀？参见郡主。郡主日日夜夜都来陪辅国公大人，真是情深意重啊。是啊，不像有些人，自己夫君出了事，不仅一天都没有来探望，还落井下石。薛大人，用不了几日我就要第2次庭审。我这次是两岸并移案，你不好好的去查大报恩寺着火的原因，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哦，大人，这是有人从辅国公府带来献给您的。大人，要不要我先派人验下毒啊？辅国公府？不行，这肯定有诈。不用了，你下去吧。是，大人，有事您吩咐。夏寻，你真的要……纵火袭人诬陷栽赃，夫人近日和纪刚走动甚多，传闻纪府正筹备大婚。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谢姐姐过惯了富贵的日子，这回也开始为自己打算，要另攀高枝了吧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难道我们只能同甘而不能共苦吗？你想走，要改嫁都可以，可为什么偏偏是他？偏偏是纪刚？好，我就随你的愿吧，还你一个荣华富贵的未来。
郡主，麻烦你帮我转告他，这是我们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这可是我看着夏寻亲手写的。纪刚，我们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有了这封休书，你也能正大光明地将谢雨菲迎进门，而夏寻接受了我的人情，也断然不能再拒绝我了吧？恭喜郡主，皇天不负苦心人。这夏寻绕了一圈之后，终于明白，谁对他才是真心，谁才是他的真命天女。我得赶紧把这个送到辅国公府去。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谢雨菲的表情了。纪刚，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，你可得帮夏寻和凌霄帮撇清关系。你让他赶紧回家吧，别在那寺庙里住着了啊。太好了，谢谢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嫁给我了。夏寻被杀了。我刚刚去见过夏寻了，他现在过得很好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谢姐姐，你说夏寻真是太了解你了，还是根本就不了解你啊？趋利避害，伤人本性。你谢雨菲更是个中翘楚，不管她和你当初多么的信誓旦旦，对于我来说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收下吧。从今日起，你与夏寻再无关系。哎，你可别说本郡主心狠，明路还是有的。现在纪刚势头正盛，前途坦荡。虽说这锦衣卫指挥使夫人是没有辅国公夫人好听，不过你现在是弃妇一个，还有人愿意以正妻之礼迎你进门，你应该感恩戴德才是啊。好好准备吧，待你再嫁之日，本郡主一定亲自登门道贺。愿用一生的肝胆，撑一把纸伞，为你挡风雨和忧烦。在红尘湖畔，当蓦然回首，一错身前方。敢说夫妻之缘，伉俪情深，敦深义重。凡为夫妻之姻，前世三生结缘，适配今生夫妇。既二心不同，难归一意，以求一别，各还本道。结缘是结，更莫相赠；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郡主，你这地都不会扫，来来来，我教你。哦，好。恭喜郡主得偿所愿，苦尽甘来。郡主恕罪，奴婢说错话了。不，你说的没错，苦尽甘来。苦尽甘来。
管家，你过来。是。郡主，你且交代下去。辅国公应谢氏所求，已签了放妻书。从今日起，谢氏已不再是你们的辅国公夫人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谢氏高瞻远瞩，深谋远虑，连本郡主都不得不说一个服字。辅国公府不日便有喜事，你且叫人布置起来，要做得好看一些。毕竟是曾经的辅国公夫人在嫁，不能丢了辅国公府的颜面，是吧？是。如今休书已经送到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哎，几个，你让他们赶紧收手，尽快了结这场官司，这样我就能进宫向姐夫请旨赐婚，你也好早日迎娶谢雨菲入门呢。恐怕要叫郡主失望了。什么意思啊？